二件拍品是来自清代嘉庆年间青花海水九龙纹天球瓶一件，起拍价100万元，请问有应价的吗？有了，100万元900号，120万，感谢您。还有再出到150万吗？150万、180万，868号先生，180万、220万、250万，委托席250万。350万，350万，380万是吗？好的，谢谢。好，后方这位先生又出到了400万元，888号先生现在是这就400万是大卖元。主，基本上开一句拍板，别人就举不成了。成交价400万元，第一次；400万元，第二次；400万元，最后一次，成交。恭喜888号先生以400万元成功竞得该拍品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的一件拍品呢是翠雅堂的一个重量级拍品——南宋官窑石棱魁半玺，起拍价500万元。有没有应价的？有了，896号。起拍价就这么贵？这是宗祠啊！你对瓷器是个门外汉，是。这一阵特别流行宗祠，抢手的很。好的，但是这里边这水都深的很。 750万，800万又是您的850万，现在最高应价850万，您是900万吗？888号先生900万，900万。还有更高出价吗？委托席还有在考虑的吗？900万元，第一次。好的，委托席又加了一口950万。好，现在是1000万元，888号先生的出价。还有再加一口的吗？好，1000万元，第一次；1000万元，第二次；1000万元，最后一次。成交。周总，哎呀，祝贺祝贺！还是你偏多。你看今儿这全场最贵的就你把货给收了。哎呀，你认识的让人不高兴了啊！那我发文物发的是个情怀，我是个修养，咋能光说钱呢？咋？贵的买，不贵的不买。我是瓜怂，对不对？要说弄钱的话，谁在这儿弄？我都人家都弄房地产、弄金融去了。对着你嘛，赵总，幸会，老洪啊，四川您念读，就说您刚拍的我件青花海水九龙纹天球瓶吧，造型饱满，青花发色很标准，9条龙仔细看啊，每条都不一样，但每条都很威严。前几年文索普拍卖行拍过一件不如他的，这个数。哎呀，这一看也是个行家嘛。哎呀，在赵总面前算不上，顶多是个小学生。小弟穆建辉在秦川南市开了一家古董行。哦，那咱算同行。我有个古董行。哎呀，赵总谦虚了，这哪是古董行嘛，这是博物馆嘛。早就听说了，一直没机会拜访。赵总真是咱秦川文玩界的楷模呀！那肯定嘛，你胡说楷模啥呢？欢迎你有时间来啊！我呢还要赶飞机，我不想走。好的，好，再见，欢迎啊！好，对，再见，一路平安。好。赵有林，这就是本狗扎了个狼狗屎，装啥呢？包工头起家。这几年越搞越大，都开始玩拍卖会了哦。呀，我兜里几个字儿，你华南王还不清楚？蹭了朋友的顺风车来见见世面而已。王老板咋不拍几件呢？哎，拍卖会还大老板玩个，轮不到我们金字塔底下的人的了，係咪？我看王老板是拿惯了批发价，不愿意让中间商赚差价吧？哎，
喂，对吧？有没有兴趣从墓里搞一些送旗，大家一起发发财呢？我也想空手套白狼，但这个财，我真是没福发。没有戏啊！你看哈，宋瓷啊，在宋代的时候，产量很大，价值也不高，谁会用它陪葬呢？就是说，从墓里挖不出宋旗，很少。买喽，所以要礼出嘛，先打个嘛。喂，现在宋旗封这么大，有没有那么多拉货的渠道？物稀为贵哦，过几年还不涨到天价去？咱不说我没样的了啊，东西我带来了。你看一下。都要好些那个，老规矩，报价先呢？200块。不搞错，200，最多100啦。这些东西拿到文索铺拍卖行，100块后面至少加个0。你王老板见多识广，肯定比我清楚嘛。这些年我拿王老板当朋友，一直不愿意诉苦，但是兄弟们天天提着脑袋下苦，只混了个温饱。我是想给他们多挣些血汗钱嘛。大家都是提着脑袋当苦工的嘛。哎，行了，我去点亏，同你加到20，OK？ 就这么啦，好不？200块，我已经给兄弟们立下了军令状了。老穆，讲话很硬气嘛，你不要觉得打下一个旧幼林，就会有人同你兜底。他们这些藏家都是社会名流，是活在太阳底下的。我敢同你打赌，他们绝对不敢收你的坑里货。感谢提醒，不过嘛，有钱不挣，在这行我还没见过。走来。哟，骆老师，有何贵干呢？那块石头我让省院的老师看了，都说没见过。郭士林那边的回复也是一样的。有良博那边着急施工，没啥问题，你就让人继续呗。你也觉得没问题呢？咋？你有啥发现？目前还没有。你也没啥新发现，老在那几块石头上浪费功夫干啥呀？又没啥好研究的。你知道那几块石头是哪朝哪代的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些咱都不知道，咱哪能断定它没有研究价值呢？我是好心提醒你，别做无用功。知道你是好心提醒我呢，那我也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啊。这些形状、规则高度一致的鹅卵石出现在一个本不该它出现的地方，这件事情本身你不觉得很蹊跷吗？周边的水文咱也没查过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咱都没查，咱就现在说它不行哦，不用查了，你觉得合适不？行，那你就弄你的灌溉井，把咱老师的工作笔记给我，明天我们要去踏查了。给不了，我还没看完呢。你又不踏查，咋还站着茅坑不拉屎？哎，骆老师，你看，田野工作这几年，你咋说话变接地气，这行动变得这么野蛮的呢？少废话，给我。给不了。哦。行了，大晚上孤男寡女在人家家里，在那儿吵吵闹闹，像什么样子呢？
行，你就犯轴吧你。哥，哎，中午想吃啥呢？好长时间没吃婶儿做的那个油泼面了嘛，整一碗嘛啊！好，我给小马准备啊。好。哎，小满，咋？问你个啥事儿呢啊？你说。就是井里的那个石头啊，你在别的地方有见过没？石头啊？哦，没有啊。那咱老师当时在你家住着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拿过一个石头啥的？哎呀，啥呀？时间太长了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没事，我就随便问问啊。姐，哎，走，咋？妈，心酸在哪儿嘛？我后头不都是？啊。妈，哦，当年咱教授住咱屋的时候，你记着他拿一块石头呢吗？不记得了。想一下嘛。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，谁还能记得我些事情？这石头跟咱老师有啥关系啊？啊？咱老师笔记之前提到过一块石头，但是上边只写着石头尺寸，没写着石头是从哪儿弄的。难怪你一直抠着笔记不给我，咋不早说？我回到原上之后，你那嘴里跟吃了火药一样，动不动向我开枪呢，我敢招惹你不？对不起。行了，原谅你了。那下来咋办嘛？我是觉得啊，咱老师他不会无缘无故这么重视一块石头呢，对吧？我想先去把那井里的情况先摸清楚，然后到别的地方再寻一寻，看能不能找到一样的石头。最好啊，能确认一下咱老师手里的那块石头是在哪儿发现的。方坤，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记得叫我。罗老师，我准备好了，然后这个送给你。哎，干嘛啦？坤哥，那个不是给你的。哇，他干嘛他？那个给他吧，他怕晒。可是他已经晒成那样了。我把这行进路线勾选出来了，以村庄为单位，行进路线应该怎么走？一般是走一字或者 V 字嘛。那如果间隔大呢，就要走之字，同时要注意自然断面和现代人工取土坑。如果遇到遗迹或者遗物，要用定位仪去测量精准的经纬度，然后在地形图上标注好相对位置，同时后面也要做好相应的文字记录。小白，你多下几个孔，然后下铲一定要精准，脚底要稳，眼睛要尖，多观察着。好，知道，就像中医一样望闻问切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像不像夯土？可是没有瓦片堆积，也没有墓葬的五耙土坡面，但看起来又像是夯土。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？哎，你娃是干啥的？考古的嘛。哎，小伙，我见过你，前些年你来俺这儿新盗洞得是的呀。婶子记性好得很啊，我头发都这么长了，还能记得我呢啊？你咋对着这石头疙瘩？靠啥你嘛？李婶儿，你真是见识短，靠个石头咋了？俺叫人家靠土疙瘩呢，一个真大土疙瘩，你这盘个半天，然后在上面写个啥再画个啥。哎，去，你倒懂个啥去？哎，你不懂你。来，你是
大学生嘛，研究生。研究生？那你就是研究我这地里这土坷垃呀？你这得是工作是国家单位，一个月开多少钱？是这啊，咱也不管我能赚多少钱，你们要是在别的地方发现我这石头啊，你们跟我说，我给你们发钱，行不？咱给钱去。多少钱？值钱。肯定不让你们吃亏，行不？你这石头都值钱呢哦，对吧？你歇一会儿。我问你，能否把地表遗物的存在作为是否是遗址的判定标准？是不可以的，要看遗物具体是原生的还是经过了2次搬运的，这就需要进一步的挖掘进行论证。只对了一半儿，因为有的时候单纯的通过考古发掘也不能得到确切的答案。好。传统考古调查法跟区域系统调查法有啥区别？传统是饭后到我那儿拿一下古籍文献，从汉太宗资陵到窦皇后陵、南陵全都有涉及，把你觉得有用的都要摘抄下来。好，明白。骆教授，不好意思，授课了？啊？干啥呢嘛？人家娃来的时候不都弄好好的吗？整的这么苛刻的。骆八皮啊，啊！能不能小点声？你能不能小点声？田野考古一定要有科学的流程，不管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复查，还是开始新的调查，都要摘抄。你坐着，让人娃站着，像啥样子？来，哎，没，让我坐会儿。哎呦，哥问你个啊，哎，汉太宗的功绩给咱说一下。汉初由于连年战乱，经济凋敝，民不聊生。那太宗崇尚黄老之道，主张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。很快，经济和文化就恢复了。那后来，景帝又沿袭了这一思想，经济和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。那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。说的太好了，你看人娃这，这是基础文化常识。那我问你。西汉9陵在武陵源，为什么太宗葬在白鹿原？古人讲究礼法规矩，崇尚招募制度嘛，不能僭越。那太宗是惠帝的弟弟，本来就非嫡非长，没有当皇帝的资格。那他要是和哥哥爸爸一起葬在武陵源，就乱了辈分嘛。优秀，对，哎，你太优秀了。如果10分的话，他只配得1分。赶紧好好看书吧，别受他影响。你这一天呢？罗老师慢走。坐吧，坐。没。你坐，你去弄你的。骆老师就这人，哦，你看他那一天到晚的样子，跟我也是这，难缠得很。我跟你说，经常的无理取闹，无法交流，无中生有。哥跟他接触的时间有多长？哎，这没办法，我走不了。说的是没错，我要跟你一样，我能走，我走就走。啊，走哪里去啊？我是说骆老师说的没错啊，我就是只配得1分啊。冯家破定案子先聊聊。最近，上虞出现了一大批宋瓷窑址频繁被偷的情况。文物市场宋瓷的风不知道咋被吹得那么高。各地警方已经把协查通报发过来了。接下来我们稽查队的任务就是检查市场配合查案，严防有投机取巧的商贩违法倒卖宋瓷。爸呀，这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吗？对。那我们还能回去吗？回不去了。是穆老板吗？对。来，请跟我来。好。
向你台阶。好。你稍等一下啊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是穆老板吧？四哥，我是赵馆长的助理温玉和。哦，文总您好。您这边请。哦，好。今天呢，赵馆长暂时不得空，您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是这，魏明轩啊，最近收了几个物件。咱明边博物馆珍宝荟萃包罗万象，也不知道这几件东西能不能登赵馆长的大雅之堂。您看您这话说的。穆老板肯登门献宝，那一定是好东西。如果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能否让我先过过眼？好，好，好，没问题。魏明轩，穆老板，您这玩笑开得有点大了。您这些可不是什么古董文玩，而是文物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们明德博物馆每一件展品都是有身份、有出处。您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，不敢收。明白了，那个就不打扰了。那我送您。不用客气。我们明德博物馆以前是木宅，哎，这秦川的木家您听说过哈？听说过一点。咱这博物馆的名字呀，就来源于这个大学之道，在明德，主要是要用这个古训律己，文物你出身都很明确，绝对不受坑的东西。秦川人啊，多多少少都有听过一些。这道光年间呢，他们靠做生意兴了家，还捐了4平府坛，简直是富可敌国呀。然后这穆家人呢，他们也喜欢一些古玩，所以经过几代的积累，他们也是藏品无数。我们在建馆初期的时候，还有幸收了一些呢。可不想，就这样的家族也衰落了呢。哼。哎，穆老板，这边请。我是从外进来的。这边。好，来看看地址，这叫芝麻指定满地有。兄弟，这是正儿八经的宋代的汝窑，最近这风声紧。我跟你说看，不是看你事先喜欢，我给你不说这么多。这真的是宋瓷啊！再给你假一发誓。我是文物稽查队的，你刚才说的话，这已经全不录像了。你这套汝窑曹具从哪弄来的？兄弟，哎呀，兄弟哥，你可不敢跟我开玩笑啊！谁跟你开玩笑呢？哎呀，我问你从哪弄来的？我给你实话实说吧，这都是工艺品。哎，你看，一模一样的。真不是？哎呀，我哄你干啥呢？哎，兄弟，你看，我这你摔一个，你看，工艺品。行，再来啊！好，大哥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今天稽查队的人在南市查啥呢？我听说是查宋瓷呢吧？宋瓷的风够大的，都刮进稽查队的眼皮了。哥，咱要不要改下风？哎，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掺和，连宋瓷的工艺品都不要摆。行。谁？大晚上还在这加班呢？这不骆老师吗？咋了？啥事儿？
没啥事儿，我来看看你。稀客呀，这是啊！看我干啥呢？我在这核一下我这些数据，看有啥遗漏没有。那是你画的图，给我看看。行，叫咱陆老师看一下，给咱打个分吧。来，行啊，能比小白多2分，有进步。哎，行，2分也是分呢。能得到陆老师的肯定不容易，感谢啊。你要感谢的人不是我，是咱老师。要不是因为他，你这绘图技术到现在了，可能连小白都赶不上。这话我认呢。哎，别往地上坐，地上凉的跟啥一样。给。哎，咋样？有啥进展吗？暂时还没啥进展。你说咱老师都走了这么多年了，又给咱留一谜题。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杜陵村为啥叫杜陵？因为一谐音，给咱几个折腾够呛。也不知道这些石头是啥意思。你咋这现在变得这么严苛的嘛？啊，跟老头越来越像了。我哪有那么严厉呀？你说我对小白啊，你这大费周章的，你到底想让他学会啥呢？我就想让他知道这是一份工作，枯燥、乏味，甚至无趣，没什么风花雪月。也不美好，不浪漫，就是把考古最难、最不堪的一面撕开给他看。他要能接受，那就留下来干；不能，就劝他趁早转行。哎，你这话说的我不赞同啊！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得分人呢嘛。你想，咱那会儿去发掘，每天唱着歌去地里，呀，多浪漫！那边有块农田，你还记得郭士林老叫那农田是啥不？希望的田野。你说咱一群人骑着车，在那希望的田野上追着夕阳，啊，迎着日出，这不是浪漫吗？你咋这么多年还是个理想主义者？你这么想，不代表别人也这么想，你不能代表这个行业的主流。那我好几个同学已经转行去卖煤了。刚毕业那会儿，是可以靠着理想、靠着浪漫撑着，热爱嘛。那结了婚、生了娃呢，最后都得被现实打回原形。那你呢？一个人留在秦川，你图啥呢？郭士林也问过这个问题，我跟他说，因为理想。也不全是，因为我那会儿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他，但是我现在有答案。几年前，我是稀里糊涂的来到了秦川，走着走着就离不开了。我是真觉得我挺爱这儿的。
因为我可以发自肺腑地说，我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名字的圣地工作过，值了。多想拥有一双翅膀，去找寻信仰的方向。你再多说一句我就哭了。好，还得是骆老师。没事儿，罗。有东西没有？看见墓室了，我进去看看。对，你去。咦，你看你这个样子，慌里慌张，你慌啥了慌？没这金刚钻，我能拦这瓷器活？你确定这就是那个苗莎莎的墓？北宋开国大将苗广义的墓，这是他老家。这以前挖出可多宋墓，都跟姓苗有关系。这个墓啊，我找了可长时间了。我要不肯定是他的墓，我敢给你开这价。你先不要把话说太早，等咱新家宋祠再说。没恨，慢点儿，别碰住东西了。咦，几件瓷器啊？9件，全是汝窑呀。你咋知道全是汝窑？这上衣哪有宋瓷的？除了汝窑能有啥？你看这颜色，全都像鸭蛋壳。这宋朝的瓷器，除了汝窑，哪有这颜色泛绿的？太震撼了。哟，这还有字儿的。你看这字儿，苗勋，字广义，社旗苗店人，广顺元年，陈桥兵变，赵匡胤夺取后周天下，宣布国号为宋，成为宋王朝的开国皇帝，册封苗勋为护国大军司，连司奸人的奸，兼司天台正，钱德禹提。哦，这是钱德禹提的。我的娘！钱德禹是谁呀？啥钱德禹？钱德是年号，禹，皇帝的御笔，皇帝亲自提的，这是俩事儿，不是钱德禹，我的兄弟啊！哎呀，你看啊，苗广义就是这社稷这儿的人。这赵匡胤当皇亲自赐给他的，这不是他的墓，这是他谁的墓？这下你松懈了吧？行，这9件瓷器开个价吧。你全要呀？我份这大的身还给你留下呀？你也没有销路，我算帮你忙。哎呀，现在宋瓷特别吃香，宋瓷里精品的精品就是汝窑。我看你这么诚心。100，你把我当瓜子呢？那你说，是，你说你这个人看家有这样看吗？你比拦腰斩都厉害，这么多啊，中了中不中，你哪儿来哪儿去。50，行，马上给你拿钱。
无事就无事。我一说，我要现金，现在给。哎呀，真热闹啊！哎呦，我看把你能力些，你过个生日还放炮呢？哎呀，姐，你弟这2年净走背字呢，放个炮驱邪气嘛。哎，说啥呢？你看姐给你带蛋糕。呀，这哪个你看，进屋，进屋，进去装东西。哎，把东西拿上。谢谢姐夫。哎呀，看把你得意的没边。听你说你的。哎呀，听说最近搞了一批宋词，这是要发大财了嘛？咋？想让俺们眼前一下？看你这话说的，小气了啊！啥叫发财嘛？咱弄的是文化传承。你算是赶上了，长年。在哪儿呢？这不是嘛？这么多件，你别急，咱一个一个看啊。来，这是第一个，好好看。哪儿出的货？这成色能是哪儿？墓里头。墓里出的宋词，咱省的。你内行咋说外行话呢？咱省有这词呢。确实没见过。看出名堂没有？看样子是个纸吹瓶。啥词？这颜色，该不会是汝窑？真是汝窑。汝窑是在商议。你这笔财是在商议发的？同行莫问嘛。对对，理解理解。宋词现在金贵的很，就算你告诉我了，我也不敢沾，也沾不起。这些都是汝窑瓷。打开看吧。哎呀，不了不了不了，贵的很。你看再磕牙碰一下，那我可赔不起。哎呀，谁叫你赔你先？该上该上。哎呀，那是这，你给咱估个价。你高看我了，以前7位数以下的，我还能摆摆手指头。这么高端的货，我这手指头都不够数的，估不出来。估不出来嘛是不想估，真估不出来。这次你只能找华南王，他懂行。今天就叫你开开眼了。好好看。你没搞错啊？啥意思？你说有宋旗，我才这么贵远过来见你。你拿一个工艺品过来，你玩命啊？啥工艺品？我花了100多万，从上亿我宋墓里头亲自弄下去，正经汝窑瓷。你这是从宋墓里搞出来的宋旗？你以为嘞？宋墓里怎么会有宋旗啊？呀，这宋墓里头没有宋瓷，这宋瓷从哪边出来的？啊？还能从我唐墓、清朝墓里出来的？哎，啥都知不到。哎，我同你講唔清楚了啊！你呢，回家問問你姐夫 ，OK？ 人家早就看過了，人家一眼就惊出這是北宋的汝窑瓷，連價錢都沒估，直接讓我來信你了。你姐夫知道你這是宋墓里搞來的宋旗？人家肯定知道嘛！你看這釉色，多舒服嘞！哎，不是你到底要不要？你老笑啥呀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要不起，你就慢回走。
我做新别人呀。陆老板，做我们这行啊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啊，一定要问清楚真假，才找下家。你对了呀，你就不相信我这东西是真的？我再给你想一个碎盘子，你好好看看这屁股后头写的啥？这可是赵匡胤亲自给苗广义写下的词，你自己想一下。唔使啦，你姐夫呢很懂行，你回家问问他是真是假就知道了。OK， 係咁啊，拜拜。顶在头上的天，踩在脚下的月，人就站在这里，一那一瞥。黄土烧过的黑，余温仍烫得真切。旷野之下，沉睡那段圆缺。莫停歇，我乘船走马，此心如铁，把百里星传给一轮明月。问今是何节，千百年。谁守不岁月？长所愿。上顶舟头去了又回，汉阳汤泥渡黄河水。一辈子就为存真趣味，撞南墙也不后悔。我乘船走马，此心如铁，把百里星传给一轮明月。问今是何节，千百年。谁守不岁月？长所愿。